want to say something. I'm not here to play again. This one be easy again. 大家快看，也不知道哪来的黑人选手，竟然敢在发布会上抹脖子进行挑衅。被挑衅的正是咱们的中国散打队长傅高峰，在发布会上还嘲讽傅高峰的地面技术就是一坨屎，并且要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地面技术。不过赛前他的这种嚣张行为已经彻底触碰了咱们国内选手的底线，傅高峰更是拿下话筒霸气回怼，要让这个小黑子在擂台上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中国功夫。相信大家对傅高峰一定都不陌生了，毕竟是咱们国内散打界的领军人物，就连连胜纪录保持者死神方辩都曾经败在过他的手下。傅高峰的实力地位可以说无人能敌，并且在散打比赛当中连续多年霸榜第一，根本找不到对手。傅高峰的实力更不是这种路边的小黑子能够撼动的。不过傅高峰也是因为在散打界没有对手，所以选择跨级别挑战，直接来到了综合格斗的擂台。不过有部分拳迷认为，傅高峰这番行为简直就是在作死，不如直接退役转行教练。虽然这次转型对于傅高峰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挑战，但是傅高峰也是争强好斗，势必要在新的领域里创下自己的一片新天地。为了让更多中国拳迷能看到傅高峰的精彩比赛，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长按点赞3秒。小编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。那么比赛现在也是正式开始。红色方是咱们的中国选手傅高峰，蓝色方则是赛前抹脖子挑衅的小黑子。在这场比赛开始前，两人就已经结下了仇恨，说不意气用事那是不可能的，毕竟对手已经蹬鼻子上脸，不把你当人看了，那就一定要好好的给他上一课。傅高峰身为散打领域的高手，小黑子自然不会和他在站里浪费时间，只能找机会用抱摔的方式把比赛给带入地面。不过短时间内，以傅高峰这种灵活的身姿，对手是根本不可能将他给带入地面的。觉得这么大年龄了，然后还要去做这个跨界，是的，我觉得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吧。来看一下纸面数据，两个人在身高上，傅高峰178公分，对手恩扎巴186公分，85公分的优势。臂展恩扎巴是201公分，对，这个惊人的臂展。对啊，长13公分。顶住对手，来看一下，我觉得傅高峰还是抱摔无果的小黑子也感到自己的面子上过意不去，所以找机会使出全力将傅高峰给摁在擂台角落。从这一现象证明，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和傅高峰在战力方面交手，可能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手。不过身为散打型选手的傅高峰，一旦被对手给拖入地面，那还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情况。是八昌，所以你看，一进到地面的话，恩巴扎这边的优势就会更加的明显。想要过腿。对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中国队长傅高峰不要着急。是的。最终还是来到了地面，小黑子的身体素质还是够硬，傅高峰只能顺势而为。不过就算来到了地面，貌似也没有出现大家所担心的一幕，反而傅高峰拿到了优势把位，直接骑在小黑子的身上，开始对小黑子进行无差别重击，试图在短时间内打破对手的防御。看来傅高峰的地面技术早就炉火纯青，根本不用大家担心所谓的地面技术不行，不过是小黑子的自以为是吧。抱摔漂亮啊！这个前冲虽然下潜的不是特别的深啊，手抱的也不是特别深，但是依然的这个冲劲儿还是把傅高峰感受到傅高峰的地面技术之后，小黑子整个人就像是被吓醒了一样。此时的他也失去了赛前那股子嚣张劲，全身发力，完全不敢有任何的松懈，只能不断的找机会去控制傅高峰的手臂，因为他也知道，一旦自己大意，很有可能在下一秒就被傅高峰给直接降服终结。傅高峰一个身位扭转，再一次将对手给摁在身下。这一幕更是让台下的中国拳迷沸腾起来，大家都在给傅高峰不断的加油助威。恩扎巴，对，傅高峰还是要放他起来。对。傅高峰这边的边角是崔留才和张涛教练。是的，前挺过来。傅高峰在这回合的表现已经让台下拳迷的悬着的心彻底放下，因为赛前大家都担心他的地面技术不行，没想到散打战力天花板的傅高峰，此时地面技术已经完全可以碾压众多选手了。拿到优势之后，傅高峰也没有急于终结对手，而是用自己的重拳不断的猛砸对手。首回合的表现已经非常满意了，如果下回合还能出现这种压制的局面，那么这场比赛很快就会被叫停。其实傅高峰可以去打一打对手。
还可以继续回到站立位。是的，顶膝，对，顶又是一膝，个推开，马上压上来，是自己失去重心了，倒了，然后断头，还是要站起来。哎呦，这个一打把对手给折倒。对，这个位置虽然是圈住了脖颈啊，但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还有10 10秒。秒钟。这个位置看看傅高峰能不能抓紧时间去抽头啊？果然是非常的有效的，而且对手对于他的重击还是有一定的忌惮哈。但我觉得啊，他好像还似乎进入这个比赛的状态有点慢，其实你会发现他有一些疲软的状态。Napia khamsa la sabila si mo ci kwa bi plan ko kula abantam tuma okay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回合，傅高峰的地面技术确实配得上他的散打水平，就目前来看，对付小黑子也是足够了。拿到点数优势之后，傅高峰更是没有任何的紧张表现。这回合开局，两人在站立阶段，对于小黑子来说就是噩梦一样，就连他最擅长的地面都被傅高峰给碾压了，更别说站立了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兄弟也早就意料到，这场比赛对于傅高峰来说已经是10拿9稳了。两位选手在站立阶段，甚至就像是教练在教一个小孩子一样。傅高峰的站立技术吊打小黑子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，瞅准机会之后，傅高峰更是直接一记重拳，轻松将小黑子给砸倒在地。不过小黑子已经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敢不断的挥舞着胳膊对傅高峰嘲讽，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在作死。看来这时候的小黑子已经是如土死猪一般，根本不怕开水烫了。傅高峰更是咬紧牙关，直接重拳猛砸冲了上去。让你进入地面，对，没错。好，要往上去挂腿。我们来看傅高峰，果然进入到了对手的封闭式防守当中。是。对，柔术的比赛当中，是可以选择主动的打地面的，对，打下置位。是。那在这个位置把对手给圈进来之后啊。这个时候看到黑大巴大长胳膊大长腿了，对，但高峰还是要打一打哈。对，但是对于小拳还是要上一上。对高峰来讲要小心啊。对，对，小心对手往上去挂腿。是。连续的给锤击。一次提醒要回击，要做动作。对，连续的给锤击。还是看护头护的比较接手。没错。是结束了比赛了。是的。结束了。最终比赛也是终于结束，傅高峰的表现可以说十分完美，也让大家对他的地面技术有新的看法。那么你认为傅高峰的获胜表现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